如果我告诉你，未来最强大的 AI 芯片，可能不再是一整块芯片，而是一堆芯片拼出来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技倒退？毕竟过去几十年，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芯片做得越来越小，从90纳米到7纳米，从7纳米到3纳米，再到如今即将到来的2纳米。所有人都相信，芯片越小，性能越强。但今天，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摆在整个行业面前，芯片快缩不动了，成本越来越高，研发越来越难，性能提升却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 AI 却在疯狂吞噬算力。 ChatGPT、 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 AI 视频生成，每一个领域都在向芯片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于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开始了。它不再追求把芯片做得更小，而是选择把芯片拆开，再重新组合。这个技术叫 Chiplet， 而支撑它的核心技术叫先进封装。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全世界都把目光盯向美国、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玩家正在悄悄崛起——新加坡。最近获得约1亿美元债务融资的先进封装企业 Silicon Box， 正试图在这场 AI 算力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问题来了， Chiplet 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被称为 AI 时代的新希望？而新加坡又为何能够提前卡位这条赛道？过去几年， AI 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ChatGPT 刚出来那会儿，人们惊叹于它的聊天能力，但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能力背后是天文数字般的算力消耗。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需要数万颗高端 GPU 同时运行数周甚至数月。而未来的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AI 智能体只会持续推高这个需求。问题在于， AI 对算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芯片性能的增长速度。过去行业可以依靠摩尔定律解决问题，芯片每隔几年变得更强、更便宜。但今天这套模式开始失灵了。为什么？因为芯片制造正在逼近物理极限。很多人听过3纳米、2纳米，但很少人真正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芯片性能的提升本质上来自晶体管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晶体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缩小尺寸。当晶体管小到几个纳米时，已经接近原子尺度，继续缩小会出现漏电增加、发热加剧、制造难度暴涨、成本指数级上升的局面。权威数据显示，仅设计一片2纳米芯片的成本就高达 7.25 亿美元，是65纳米芯片的25倍。建造一座5纳米芯片制造厂所需的投资更是建造20纳米工厂的5倍。这意味着，即便技术上能继续往前推，经济上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于是整个行业开始寻找新的答案。 Chiplet 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要造一辆汽车，传统思路是把所有零件一次性做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整辆车就报废。而 Chiplet 则向模块化组装，发动机是一个模块，电池是一个模块，驾驶系统是一个模块，最后再把它们组合起来。芯片也是一样，过去所有功能集中在一块超大型芯片上，现在则拆成独立的功能块，计算模块、缓存模块、AI 模块、通信模块，最后通过高速连接技术把它们整合在一起。用行业报告的话来说， Chiplet 的核心思想就是化整为零，将大型系统级芯片拆解为多个更小、功能特定的芯粒，每个芯粒都可以采用最适合它性能与成本需求的工艺节点来制造。比如 CPU 这种需要高算力的模块用3纳米工艺，而 I/O 接口这种对制程不那么敏感的则用成熟工艺，成本大幅降低。这种方式带来的优势一目了然，成本更低，良率更高，升级更灵活，性能扩展能力更强。所以过去几年 AMD 率先大规模采用，英特尔全面布局，苹果开始研究，英伟达也逐步导入相关架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积木是可以拆了，可谁来把它们重新连接呢？很多科技媒体把目光集中在 Chiplet 概念上，但事实上 Chiplet 只是个理念，先进封装才是让理念落地的核心技术。过去封装就是给芯片装个外壳，防止损坏，但今天完全不同了。如果说 Chiplet 是一堆乐高积木，那么先进封装就是把积木连接成超级计算机的高速公路，它要同时解决超高速数据传输、极低延迟、散热、功耗控制、多芯片协同等一系列苛刻问题。
举个例子，最先进的 AI 芯片中，数据每秒传输量达到 TB 级别，如果连接效率不够高，再强大的芯片也无法发挥性能。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曾因封装产能不足而延长交货期，封装已不再是配角，而是直接决定 AI 算力能否按时投产的关键瓶颈。整个 AI 计算硬件的竞争焦点正在从制程微缩转向封装创新。面对这种深刻变革，新加坡做出了一系列清醒的布局。当大家争夺最先进制程时，新加坡把目光锁定了芯片连接这个不依赖尖端光刻却极具战略价值的中间地带。在但宾尼京原园区 Silicon Box 运营着一座全球产能最大的板级先进封装工厂。这家2021年成立的年轻企业凭借近1亿美元融资，在不到3年内估值突破10亿美元，成为独角兽。其工厂从2023年底就开始大规模量产，累计出货1亿件先进封装产品，以业界突破性的良率和产能证明了自己的实战能力。Silicon Box 的 CEO 说，我们创立 Silicon Box 就是为了让半导体生产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先进的封装技术能让我们在全球支持各地公司，同时减少供应链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依赖。这句话几乎点出了新加坡的关键优势，在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今天，成为跨国半导体供应链里的粘合剂和保险丝。更深层来看，新加坡能在这条赛道上提前卡位，绝不只是靠一家初创企业单打独斗。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晶片产量已占全球 10%， 半导体制造设备产量占全球 20%。 过去几年，在该产业获得了超过180亿元的投资。从2022年到2025年，新加坡吸引了超过300亿新元的半导体投资。这一切建立在稳定的法治环境、高效基础设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跨国人才网络之上。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已将此战略上升为国家高度。在2026年财政预算中，新加坡宣布再投入8亿新元用于半导体研发与创新，专门聚焦先进封装和先进光子学。未来5年的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也将半导体旗舰项目作为核心，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和经济发展局直接推进。整件事的逻辑很清楚，先进封装这块全球算力版图中的关键拼图，已被新加坡视作国家科技战略的核心之一。过去几十年，半导体行业相信一个公式：更小的晶体管等于更强的芯片。但 AI 时代正在彻底改写这个公式。未来的芯片革命可能不再是谁把晶体管做得最小，而是谁能把更多芯片连接得更高效、更快速、更节能。Chiplet 负责拆分，先进封装负责连接，而连接能力正在成为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当我们的目光被头部晶圆代工大厂紧紧吸引时，新加坡这个低调却根基扎实的玩家已经在这条新赛道上默默开跑。Silicon Box 的崛起，一家估值破10亿，已出货1亿件的封装新贵，正是新加坡长期深耕半导体中游，在动荡的全球高科技产业中扮演稳定枢纽力量的缩影。芯片革命的下半场正在开启。如果你是创业者或投资人，面对 AI 芯片连接技术这条赛道，你觉得下一个最有潜力的突破口会出现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